我们经常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多锻炼身体对于健康有好处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如果没有时间锻炼，可以常做提杠运动，坚持一段时间，3个好处会不请自来。1. 保护前列腺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很怕出现前列腺问题，这时就可以每天坚持做提杠100下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臀部肌肉，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帮助。2. 缓解痔疮。很多男性会遇到痔疮问题，经常做提杠运动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，促进肠道蠕动，不仅可以缓解痔疮，还能够帮助预防便秘。3. 减肥瘦身。如果想要减肥的男性，也可以试试提杠运动，能提高新陈代谢，促进脂肪燃烧。若能每天坚持做100下，减肥瘦身效果会很不错哦。男人平时承受的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呢要好好的保养身体。除了经常运动外，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，可以常喝养生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绿茶、蒲公英茶等，对健康长寿有帮助。这是生活中呢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却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那可能呢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呢床头放了3样东西，就可能会影响睡眠，而且对健康也不利哦。第一样，绿色的植物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到了晚上，绿色植物会吸入氧气，但释放的是二氧化碳。那放在床头容易让人缺氧，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二样，手机。很多人睡觉前玩手机，玩完呢就顺手的放在床头了。但是手机是有辐射的，那时间长了容易刺激大脑，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3样，毛绒玩具也是不适合放在床头的，因为毛绒玩具容易产生细菌和灰尘，那放在身边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健康。说到腋毛，很多女性都觉得它非常难看，所以呢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帮助透气，还能够缓解皮肤的摩擦。但有些女性腋毛很多，而有些人却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遗传因素。如果是家族基因本来就是毛囊不发达，那么就可能不容易长腋毛。第二个，激素影响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呢激素分泌的水平也不同。如果体内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腋毛就可能会多一些，那相反，激素分泌少，腋毛就可能会稀少，有的甚至不长腋毛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当腋毛多的时候，不要感觉苦恼，也不要乱刮掉了。如果你有狐臭的话，还是可以刮掉。很多人胃不好，其实这可能是你平时不注意饮食和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，说明胃部还算健康。饭后腹部不适，如果吃完饭后感觉到有饱腹感、上腹部不适这种情况呢，还经常的出现，那就要注意胃部健康了。饭后不停的打嗝，如果吃东西太快了，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吃东西太快，还经常出现打嗝的情况，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可能是胃部出现问题了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淀粉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山药对胃部健康有帮助。不有幽门螺杆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，胃胀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，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，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很多人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那就挑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吃。
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胃火旺、口臭的情况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。不妨用下面这2种花泡水喝吧。第一种，茉莉花。茉莉花呀，性质温和，能够帮助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而且茉莉花口味甘醇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去口臭的效果。那胃火大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喝茉莉花茶来降火。第二种，菊花。菊花呢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的功效。那胃火大的朋友经常用菊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胃热、清新口气。不过呢，建议大家不要天天喝，不然容易引起胃部。每个人体内都有阳气，如果阳气不足，人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都应该注意自己的阳气。下面3种食物容易损耗阳气，希望你尽量不要吃。第一种，冰凉食物。如果经常吃冰凉食物，寒气会进入身体，这时人就需要大量的阳气来抵抗寒气，这样阳气就会不断的被消耗，对阳气损伤很大。第二种，快餐。快餐快捷又方便，是很多人的首选。快餐的热量和脂肪呢都很大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人发胖，也会损耗阳气，所以呢要尽量少吃。第3种，海鲜。海鲜属于寒凉食物，比如螃蟹、生蚝等。寒凉食物吃多了也会损伤阳气，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少。很多人认为保养膝盖那是到老了才要关心的事情，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哦。当人过了30岁，膝盖呢就开始慢慢的衰老了。如果不好好保养，那么到老了很可能会出现关节疼痛、关节炎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帮助保护膝盖哦。先找一把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将左腿向前伸直，让脚后跟着地，右腿则伸直往上抬，抬到自己的最大高度。注意双腿呢要绷紧，坚持5秒，把右腿放下，再换抬左腿，这样每天轮流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抬腿可以锻炼腿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，让你人老腿不老。膝盖疼痛、膝关节受损，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。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。膝大了，体内气血不充足了，那么供给膝盖的气血就少了，再加上膝盖还总是磨损，有些人呢就会有膝盖疼痛、膝盖发凉的情况，所以要好好保养膝盖才行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保护膝盖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可以平躺在垫子上，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，双腿弯曲抬起来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然后将右腿放在左腿上，用手抓住左腿，慢慢的让左腿向胸部靠近，感觉到自己的最大极限，再换另外一条腿，这样左右交换着做，每次做5分钟左右就行。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腿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。那每天坚持做，可以帮助改善膝盖疼痛，修复膝关节，还能够延缓膝盖老化。大家每天运动锻炼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呢？跑步、慢走、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呢？其实有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就是下蹲。经常下蹲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那先教大家2个下蹲的方法：并腿蹲和弓步蹲。并腿蹲的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，双腿弯曲，让大腿和小腿紧贴在一起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手肘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即可。弓步蹲的时候，先将左脚迈出1大步，右脚脚尖着地，两腿成弓步，双手叉腰，坚持半分钟，再换另一只脚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分钟。
每天这样下蹲5分钟，等于步行1小时，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锻炼方式，对全身都有利。这样下蹲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促进脂肪燃烧分解，激活全身经络，有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、强健关节和骨骼、减肥瘦身、降脂抗衰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要每天坚持练，循序渐进，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全身的效果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